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雄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的影片主题呢，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 iPad。因为之前呢，我大概5月的时候买了 iPad 吧，然后就超多观众都有来私讯问我相关的问题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想要来拍这一支主题来回答大家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就欢迎看下去咯。那首先跟大家先基本介绍一下我的 iPad 资讯。那我用的是这个 iPad， 然后这个 iPad 是第8代，就是2020年的。那个时候我是用学生优惠买的，1万多块，然后加我的 Apple Pencil 第1代的话是1万出头，对，就是不算很贵啦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会分几个大项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呢是我的使用心得，从我5月到现在用了半年的一些心得。再来就是我推荐哪些人买，还有哪些人比较适合买 iPad。再来就是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使用的一些爱用 App。最后呢，会跟大家开箱分享我所有的 iPad 配件。好，那如果说有对哪些主题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会把那个目录打在下面资讯栏，大家可以点进去直接参考。首先，第一个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身的一个小经验。一开始我使用的频率其实很低，就是可能1周才1次，就是只是要做影片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写一下字卡。到后面我真的是每一天出门一定要带 iPad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？就是一开始我还没有读懂 iPad 到底要怎么用，就是它的用法到底有什么，然后后来才发现它真的超级无敌好用，拜托买它，拜托购入它。我要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。因为一开始我就是拿来做字卡，然后后来就发现它可以剪影片，然后你还可以用大荧幕追剧，再来是它可以当做是一个电子书。像我有时候有些课我就只会带 iPad 出门，因为它就等于我的笔记本，然后等于我的课本，然后可以等于我的一些纸本书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些 iPad 的功能真的是我以前没有发觉到，然后真的是超级推荐大家使用，然后我也没有后悔自己买 iPad。虽然说我买的是很低规格的啦，对，在这边一定要诚心建议各位，如果你要买 iPad 的话，看到我这支影片，拜托左转马上上 Air 或上 Pro， 因为我觉得32GB 根本就不够用。所以如果说你有多一点预算的话，我会建议你直接上 Air 或 Pro， 你可以享有更好的规格，然后记忆体也比较多。像我有时候如果开Gun，那我做那个手账啊，就是有时候记忆体会爆炸，然后超级无敌档，我就觉得超后悔，怎么当初没有买好一点。对，这是一个自身的小经验，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样。我会最推荐3类的人买，就是需要做一些医疗类的笔记啊，像是可能要画一些图，像可能人体构造还是什么的嘛，或是读护理，就总而言之3类的学生，我会非常推荐你们买，因为总比你买一大堆纸，然后你还要买不同颜色的笔去换的时候，你买一个 iPad 再加一支笔，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操作各种不一样的颜色，你想要的颜色没有什么是电脑帮你调不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方便，你就只要带一支笔，你甚至连红笔、蓝笔、黑笔都不需要，你就铅笔盒有一支 iPad Pencil 就够了。所以我觉得很推荐3类，或者是需要画画然后做很多笔记的人使用。那像我自己读公关广告，通常就是会做一些报告或简报嘛，有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带出去当做是一个小台的笔记型电脑，而且我也觉得很方便。好，那第3个我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我的常用 App， 然后是我的心头好，要推荐给大家，就是推荐给学生，赶快下载。首先，第一个，你买的平板一定基本上都会买一些笔记程式吧，如果是学生的话。那我自己使用的是 GoodNote， 因为我自己在 Notability 上面是需求比较低，像是我可能没有要录音，然后界面比较不好看。那 GoodNote 的话，因为我做手账，所以会觉得说它的很多功能我都非常喜欢。加上呢，现在 Notability 好像是变成订阅制吧，就是你每个月都要付月费，就会很不划算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省钱的话，你可以买 GoodNote， 它是买断制的，你只要付1次钱，你就可以终身使用到饱。那如果说你像我一样有做影片，然后想要自己写字卡的需求呢，我会建议你再下载一个叫做 Procreate。那这个程式呢，就是有点像是电脑的 PS， 也有很多喜欢画画的人都会买这个程式。那这个程式好用就在于它可以分图层，我身边喜欢画画或者是正在学画画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程式，一定要下载，而且它也不会到非常贵，也是买断制的。那再来是 Xmind， 它就是一个心智图的 App。如果说你平常上课有时候老师讲很快，你没办法马上快速的记下来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用 Xmind 点进去，然后马上去制作一个心智图，你就可以知道你大概望过去老师讲的重点是什么。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用这个方式去归纳我的影片重点，比如说第1点要讲什么，第2点要讲什么，这样就会很好的去看到一个大概的大纲。
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 HyRead。那 HyRead 呢，是我首推大家一定要下载。如果说你很喜欢看书的话，甚至呢，我会在上面找一些免费的资源，像是我修了一堂外系的课，叫做行政学。然后行政学的那个书本啊，真的是超级厚重。然后我只买了一次，我花了500-600块吧，买了一本书之后再也没带出去过。因为我在 HyRead 上面呢找到行政学的电子书版本，所以我现在只要去上那一堂课呢，我都只会带我的平板去上，我不会带着那一本书去，因为真的太重了。我带了这台平板之后，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笔记，然后我也可以拿来复习，所以我就觉得超级方便，而且是完全不用钱。我是使用台北市图书馆的一个借书证去借的，然后它上面也有新北市的还有你大学的，还有国家图书馆和他们自己的电子书房，上面都有很多书，你可以直接去做借阅或下载，所以我就觉得超级方便。那如果说大家对 HyRead 有兴趣的话，我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样。那最后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配件的部分啦。那其实我的配件不算太多，因为我自己有 MacBook 的关系，所以我没有买键盘，也没有买滑鼠。那大家应该不陌生的是，我之前其实有在影片上面出现几个壳。一开始我使用的是这一个平板壳，那这个平板壳它是3折的，然后它是带笔槽的，因为我的1代笔没有办法磁吸嘛，所以我就是买一个带笔槽的。然后后来才发现它的角度真的超级有限，它就只能这样折而已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把它变得更高或是更低，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难用，所以我就把它淘汰了。那今天主要要跟大家介绍呢，就是我手边这个 JT Legend 的壳。那这个壳呢，他们有寄给我2款，我2款都想要跟大家分开的介绍一下。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身上这个好了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它是背面是背板透明，前面是这个皮革，然后它的皮革还有它的背板全部都是防刮的材质。那为什么我刚才会说我真的完全不推荐3折的原因，是因为当你使用这种多角度的平板套之后，你才会知道这种真的是好用太多了，拜托，它可以直视也可以横视。那我自己呢最常使用的呢是高的角度，因为3折就是比较低嘛，所以我使用的是比较高的这个角度。那它要怎么折呢？你看它是一个 V 嘛，然后我通常是会把它这样折起来，把 V 这2个拉起来，然后折在一起。这个角度如果立在桌上的话，我觉得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高度，因为这个高度就是平常我使用电脑，然后可能要参考平板放在旁边，就是刚好差不多齐平的角度，你眼睛看过去就不会比较不舒服。那如果像是3折的话，它也是可以用出来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要介绍这个多功能的角度的平板套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它也是可以用3折的。那3折的话，我会把它这样子放，然后你就可以垫在下面，它是一个最低角度，然后是方便你书写你的手账的角度。像我平常如果要写日记啊什么的，我就会把它这样子放在桌上，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写，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眼睛是往上的，因为你这样子的角度，你其实眼睛是向下，像在写字一样，所以就是比较舒服。那再来，如果说你是要看书的话呢，我也是会把它折成一个 V， 然后一样是刚才横视的那个角度，然后再把它变更高，然后这样立在桌子上，它就是一个直视，像一本书一样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眼睛这样直视的荧幕，我觉得很好用。那他们还有一个蛮厉害的特色，就是那时候我看到想说，这个多角度我之前有看过，但是为什么他们这边边边角角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接点，因为它是使用磁吸的嘛，就发现它为什么可以凹进去？然后后面呢，我才发现说，因为如果说你平常在做笔记的时候需要拍照嘛，那你在拍照的话，镜头在这边，如果你用皮套的话，你是不是完全你只要这样子把它翻开，你才可以拍照？但是他们厉害就在于他们的设计是可以直接这样把它翻下来，你就可以直接拍照嘞，真的超级方便。如果老师突然有个笔记要你拍下来，然后你就还要在那边匆匆忙忙这样子，你就只要打开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拍照，超级好用，推荐给学生。这个壳真的是超级喜欢。然后再来我为什么会喜欢它的原因，是因为它背面是透明的，然后你就可以露出你的漂亮的 Apple 的 logo， 然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高级，非常有质感。不过这个缺点就在于它是没有那个笔槽的，所以有时候我笔都要另外放，就有点小怕不见这样。不过说如果你是追求质感的话，你可以使用这个，而且它的背板是磨砂材质，所以看起来会特别漂亮。那他们家另外一款呢是这个，它的角度呢其实跟上一个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它一样有这个快取的接角，你可以直接打开，然后就可以拍照。那这一款的特别就在于呢，它是有这个笔槽的。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有1代笔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买这个有笔槽的。不过它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
皮革套啦，你看它背面是这样，它两面都是皮革的，然后一样也是防刮，所以不需要担心说你的平板会受到伤害。那这两个壳呢，我两个都使用了1个礼拜多吧，我自己个人用最久的还是这一个平板壳，因为它的背板真的实在太漂亮了，所以我一直都在使用它。然后我可能出去，像是因为它前面也是这种透明的，所以你就会觉得特别有质感，然后带出去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，我超喜欢的，而且拍照起来很好看，所以我现在目前呢都是用它来服役当中，超级推荐大家买的。那最后总结一下，如果说你个人是比较在意质感的话，推荐你可以买这一个版本的，就是背板是透明的。那如果说你在意实用性，然后希望可以保存好笔，不要把它用不见的话呢，我是推荐你可以买这个带笔槽的版本。那我这一款是灰色，这一款是黑色，然后我的机身是太空灰，那就给大家参考咯。最后来跟大家补充一下，我使用的是钢化玻璃膜，因为我觉得用类纸膜的话会影响整个的观感，就是你整个荧幕会看起来雾雾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还是会追剧，然后你只是偶尔做笔记的话，我建议你一样跟我就是使用钢化玻璃膜就好。那至于你说写起来有没有很像真的在写字呢？我觉得这都是要练的，一开始你一定会不习惯，但到后面呢，其实我就觉得好像有也没差。所以呢，就看大家的需求。如果说你是真的很追求像在纸上写字的话，就可以买类纸膜，不过它会影响你的荧幕就是了。如果说大家对上面我讲的东西有疑问的话呢，都欢迎留言告诉我，那我也会尽力的回答大家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在下方帮我点一下喜欢，并且订阅我。如果想要持续这种台，可以到我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讲到我沙哑，你看都没声音了。